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下礼拜嘅客家新闻插枝，我係許麗玲。2026年，花蓮到台東嘅台東線鐵路就會全線通車100年咧。到就100年以前，前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副所長王賢輝，客委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同幾個專家學者，共下去花蓮縣嘅玉里火車頭，對就會同玉里攀車站。韓國行托發通先來非常詳細，希望大幫沙龍無就行托來了解台東線火車演變嘅過程，對地方發展嘅影響。花蓮玉里火車站就從太太宅嘅石頭墩提嘅，經過嘅幾下擺嘅改造，幾早就冇嘅，100多年前嘅樣嘅。玉里車站是1917年通車的時候完工的，但是那個時候通車的車站一直使用到1965、66年左右，存在的時間大概就將近50年左右，很可惜後來都拆掉了。那據資料的一個記載，那玉里車站呢，大概有經過3次的一個改造。那第一代的這個玉里車站，它是東線鐵道從花蓮到台東這個面積最大間的檜木車站的一個建築這樣子。戰後呢，一直到了民國大概50年代，1960年代那時候呢，其實我們東線鐵道已經準備要進行就是拓寬。從原本的762，我們講的5分車的這種寬度啊，把它拓寬變成是1067的軌道的前期，所以那時候呢就把這個車站啊全部拆掉，改建這個鋼筋混凝土式的這種車站。那再來呢就是我們近期因為我們講說花東鐵路電氣化，所以它有一個車站改造的一個工程，所以就改造像我們後面這個，以我們這個玉里當地啊。這個大理石這個原石的那種方方正正的這種原石的這種構造啊，來做設計。對歷史面歸老頭擺，100多年前呢，玉里舊火車站的面積同亞下整體同樣案發，對呀就可以看得出玉里嘅當時的光景有一好誒。因為以前玉里站來講，它算是花蓮到台東中間的一個中繼站，它非常的重要，所以它的那個車站的面積啊非常的大間這樣。玉里車站呢，它就是我們講說花蓮中區包括像說河東地區啦這些地方啊，這個旅客搭乘火車非常重要的一個樞紐，包括像說貨運啊，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中繼站。稻米啦，還有像我們講的煙草啦，還有甘蔗其實玉里站它也都是功不可沒。台東線鐵路開通的第一階段係1917年打通的花蓮港到菩薩港的一節。1919年，李龍到台東一節完工嘅；1926年完成嘅玉里到關山一節；2026年就係台東線花蓮到台東嘅鐵路，古月通車滿100年。喺台灣東線鐵路滿100年之前，機械學者、軍事工作者、韓國客委會嘅人員去到嘅玉里火車站，為將愛期盼嘅展覽韓國行托發通，先來尋適合嘅所在。它在那個中山路跟民族街口，然後就一路這樣過去，然後沿着山腳下，然後最後就到左樂那一邊。這個如果說搭配展覽來辦走讀，應該蠻不錯的。最初一開始黃宣衛院長他是希望玉里為主題設一個展，所以那時候其實我跟黃院長討論了好幾次，就是針對玉里，不管是歷史文化開發這方面。然後這時候就突然想到說，明年剛好就是台東線鐵路通車100週年。
然后这对我们整个花莲跟台东的开发来讲，其实是一个划时代性的开展。2026年东线全线铁路通车满100年啦，因为机会真难得当时如果伫玉里茶条判了通车电力讲判伫出世位数判样发动都导有意思前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副所长王贤伟是亚白发通的发起人，因为阿爸是台火车站是个头路，故所佢对玉里下个火车拢有亲切的感情。那我们有机会去英国读书嘛个苏格兰有去看个铁道之旅像飞铁那个茶条有人会睇去看，地部设批然后细看个中央，细个阿爸都伫铁道部做事啦，伫迄个货运服务站的主任都带花莲玉里的3面茶条线细个火车来经过对我来讲，个茶条地部个多事情都感觉哇，真有意思。玉里以前客家人的比例蛮高的就像客家人来讲的话，来玉里除了耕田之外，玉里过去还有一个行业，应该也是花莲这一边很常有，就是五金行。像我祖父就是来玉里开五金行那五金行在过去就相当于小型的百货公司一样。你生活中什么捕兽夹、子弹子弹都有，然后那个扳刀还是其他什么各种，除了衣服、食物没有之外，几乎想象的都有。就百货行对。规台村的人因行因看因睇讲路头牌玉里，因哋希望打帮台东线铁路通车满100年的时间，来盼各种的发通，为下那多的人来认识玉里韩国华东铁路发展的历史。不过那讲单向了铁路100年要来看的人来讲要有限啦本了地方本国家党人来了要来治疗有乜个风景啦有乜个较好吃的东西较好了的位所有很多的不同所以我都想讲，除了客委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之外，我要去请个生活美学馆的馆长就要有个总管处有跟观光署的总管处联络看样办有个较多种的活动，办个文化沙龙啦来讲走读啦所以我们都知道，清代的台湾分成前山跟后山，以中央山脉为界。但是现在你要找到有真正有用到那个后山这2个字来形容这个的，就这个匾额。19世纪，清朝的总兵吴公亮来到花莲开山复番，所带领的庇护军一部分就是对广东侵略的客家子弟，下後就有很多人留喺玉里生活。真正客家人大量的来到东台湾，在这里落地生根、安居乐业，就是有铁路。日本人那个时候他开辟铁路，他从花莲港，花莲市过去称为花莲港，花莲港开始进入到花东纵谷。我刚刚有提到，我们熟悉的台九线是2战之后才通车的，那么在战前你只能靠铁路。那么那个时候的花莲是一个新的天地，所以很多客家人他就把手边的财产换了金钱之后，就坐船，坐船在花莲登陆之后，接着就搭火车进入到花东纵谷。应该说玉里客家人本来就很多。雪天跟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从西部引起那个义民也过来，也是那个新竹。对，然后来到这里之后，义民也就留在这里，就没有回去。花莲玉里镇有52%的客家人口。
铁路开通方便的西部到东部的交通。客委会咪希望大帮参加2026年的展览，為很多人了解客家老祖公係樣嘅來到花蓮開山打奶。因西埔鴉片的客家人係因為鐵路嘅新竹來到東埔，那我哋嘛希望講透過鴉嘅展覽，做嚟通發動提起鴉片的一個就係喺西埔嗰度來到東埔嘅客家嘅故事，來做嚟去展現出來。那同時嘛，透過鴉嘅展覽，做嚟通鐵路，花東鐵路嘅沿線。因為都一種嘅客家莊啊，加一個生活特色，可能通西埔、南埔較冇共用。那啲客委會也平，希望講做啲通財體啊，共下來合作來規劃嘅一個展覽。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藝文展示組嘅組長陳美燕講，推動線鐵路規劃嘅內有青島、青江嘅客莊。想要用行圖嘅方式，為很多嘅人客落到客莊來體驗在地嘅客家風情。花蓮到普什閣主任也講嘅玉里鴉片啊，佢係喺1917年亞參鐵路就完工嘅，所以俺嘛特別也把場刊為來到亞就係希望講，未來嘅展場有沒有可能是可以設在我們的一個玉里？就是对我们玉里来讲，其实东线铁路开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好，在之前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叫蒲石阁，好，那蒲就是未琢磨的玉，就叫蒲。好，那么在铁路开通之后，它就变玉里了。因為鐵路開通嘅玉里對石頭變做玉，看準也100年嘅改變。對展場計劃愛實體玉里鎮公所未知道清楚。鎮長就要求各科室來參加展覽進前的會議。今天無論是生活美學館，或者這個過去我們東華大學黃先黃老師跟幾位這一些教授跟長官願意有機會讓玉里來做這個爭取。當然，透過我們這個各產業提出我們的困難度，甚至於我們的優勢，希望能夠受到我們承辦單位、主辦單位的青睞。能夠有機會讓玉里能夠嶄露頭角受惠的還是我們的玉里鄉親。黃老師就聊天當中就提到了這個東部鐵路要展覽的事情，讓台灣各地的人、世界各地的鐵道的迷能夠因為這樣跟玉里、跟花蓮、跟台灣產生一個啟動的連接。王先偉先生也表示。計劃展覽行過行圖也地會發圖，係對玉里出發，再透到幾個發動體起去。對呀，玉里鎮長講，幾天內10萬來批合。我們過去無論是玉里鎮這個林業或者礦石業所靠的，以及農業的這些生產運輸，唯一靠的就是陸運跟火車。東部鐵路在玉里起步100年的這個活動，能夠喚起更多的這個鄉親跟我們的這個國人能夠認識玉里。前次我們有在聯繫，就是希望可以在玉里除了火車站這邊，那我們鎮上也有幾個館舍，其實是比較適合可以策展。但是策展其實它還是希望是說可以帶動更多人來了解玉里，好了解我們的客家莊，還有我們玉里到底有什麼好吃好玩的。100年前，171.8公里延長的推動線鐵路，帶動了東部的交通、韓國經濟的發展。100年過後，或者韓國中央地方用希望打破各種的非古的紀念法通，為很多人在過來認識鐵路交通對玉里、韓國發展帶來的變化、韓國發展。